Hello， 大家好，我是 Dora 冯多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提高自己自主学习效率的5个小方法。不吹不黑，这5个学习和安排时间的方法，真的能够让你的效率提升不止50%。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么这些方法呢，是更针对于日常的学习的，而不是像考试那种突击，然后需要高强度、长时间，甚至有一些超负荷的学习状态。那么关于 exam period 如何保持10个小时高效学习的小技巧，我会在以后的视频跟大家去分享。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随时关注我的最新动态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技巧，我会围绕5个方面，也就是学习环境、番茄钟、学习伙伴、与自己进行对话和做计划这5方面去跟大家讲解。为什么我把环境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其实面对我们现在这个突发的疫情后停学的状况，我觉得环境其实是5个建议里面最相关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疫情它其实最大程度上改变的是我们的学习地点和学习方式。以往我们可能会去学校，在教室、在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的自习室去学习，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被局限在我们狭小的房间里，尤其是针对住在寝室的同学，我们可以提供学习地点的空间也就更小了。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关于环境，我会从以下2个角度去讲，一个是区域划分，一个是保持高效的整洁。我想先跟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一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或者说我一去自习室，把书本放到学习室的桌子上的一刹那开始，我突然就变得特别的高效，而我一回到家里就会想躺在床上刷刷剧、看看手机、回回消息，一下子一天就过去了。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惯性思维，会觉得在学校的环境里就是应该学习，而在家里这样舒适的环境就适合来放松。同时在学校它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比较整洁、规矩、高效的环境，同时看到你的同学朋友们都在高效的学习，也会给你形成一种很好的 peer influence。那么现在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学校跟同伴一起学习，独自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区域划分。因为我们寝室的空间真的很小，以我这个狭小的寝室空间为例，我这里下面是一张不太大的学习桌，右边是我的床铺，这边是我和我室友的衣柜，这边呢是2个人共用的卫生间。所以说，只有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明确而有效地区分出属于不同事情的区域呢？我会把我的床铺用作2个功能，一个是用来休息、放松和做与学习无关的 enrichment 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是让我用来复习一些东西、看书，或者说是要完成一些理解、背诵不需要动笔写的任务，比如说去看经济学的 notes。那么我的桌面呢，我是把它分成了左右2个区间，左边这个区间是专门用来放置学习用品和学习的工具，右边这个区间是用来放置一些比较偏休闲娱乐的东西。右边这个地方下面也有一个小柜子，这里面放着我的化妆品和我绘画的工具。桌面上我会放一些小的零食或者水果，用来补给自己。那我把右边的东西挪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是我开始放松的时间了，然后把右边的东西一旦拿走，把左边的东西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开启高效学习的时刻了。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区域划分，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思维定势，就是当我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启了我的某一个 mode， 我的某一个模式，然后我就要高效的学习或者尽情的放松了。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第2点，高效的整洁。有的时候我们桌面的整洁美观的摆放，单纯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这里放一盆花，这里再摆一个小挂件之类的，但是这真的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吗？我觉得唯一的帮助可能是我坐在这里心情很好，所以我愿意学习。
那么在我看来，一个高效的整洁应该是，如果我想要拿什么，我明确的知道它在哪里，并且其他无关的东西不会阻挡我完成我要完成的事情，让我能够保持专注。我刚刚也有讲到，在我进行区域划分的时候，我桌子左边的地方主要用来摆放学习的东西。哦对，放在左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右撇子，所以我左手可以很方便的把我要用的学习的东西拿过来。那么我的摆放习惯是一摞放我已经完成的东西，一摞放我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还没有完成的包括我今天的作业，要完成的紧急的复习的任务，放置在左侧的已经完成的包括我写好的作业，还有我可能会用到的学习和复习的资料。与此同时，如果当天我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计划，我会把我最先要完成的东西放在没有完成的那一摞的最上面，按照我计划的顺序摆放，这样我就不需要来回翻找。那么这个是我平时比如说在房间或者说在自习室学习的时候放置东西的方法。因为平时要用的书的量并不会特别的多，如果保持定期的整理试卷、整理资料的习惯的话，每一次我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可能只会有这么大。但是如果说是在考试复习阶段，需要高强度复习半年甚至一整年的科目的时候，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整理方式。那么这个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跟大家分享。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良好的使用计时工具，比如说番茄钟。番茄钟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了，也就是把大段的时间划分成小的番茄时刻，通常为25到40分钟。每完成一小段的番茄任务，就会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完成几段番茄时钟的任务，就会进行一次15到20分钟的长时间休息。那么针对番茄钟，我想要跟大家分享3个自己使用时的小心得。第一个是番茄钟要运用的灵活，不要过于死板，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能够刚刚好在25分钟或者40分钟之内完成的，所以说这个时间的制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任务来定，而不要让番茄钟成为你完成任务的阻碍和限制。那么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每个番茄时钟之间的5分钟的小休息或者15分钟的大休息应该如何利用。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终于完成任务了，我赶紧去刷刷手机，看一看微博之类的吧。但是其实刷手机或者看一个短的视频、短剧这样的，也是在消耗你的精力。相比之下，更好的放松方式可能是去接水、喝口水，吃一些水果，去放放风，看一看远处的绿色和风景，放松一下眼睛和身体，甚至在15分钟的大休息中做一小段时间的冥想。第3点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3年都特别爱用的专注用的 APP， 叫做潮汐。打开 APP 首页就是这个样子的，点击左下角的专注，选择自己要专注的时长，之后选择专注模式，我们选择高效模式，也就是番茄工作法。选择右上角菜单栏，点击高效模式，选择自己的休息时长以及休息间隔，之后可以选择自动开始专注或者休息。向下翻，找到沉浸模式和翻转模式。沉浸模式就是在打开之后不能使用其他的 APP， 会导致专注过程暂停。翻转模式就是手机必须倒扣，如果将手机翻过来查看消息，就会导致专注暂停。回到时间设置的页面，点击右下角可以选择自己专注时的声音场景，我通常使用的是旅程、屋檐，还有图书馆或者咖啡馆。回到专注界面，点击开始专注，就可以开始你的高效学习啦。那么第3方面就是找到一个良好的学习伙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可能就比较喜欢自己学习，那么有的人可能比如像我会更倾向于和同伴一起学习，给彼此良好的激励和鞭策，同时还能够共享彼此的知识，让双方都得到帮助。那么我自己尝试过的3个找一个学习同伴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是 physically 真的和自己的同学或者朋友一起学习，但是一个是因为疫情原因，这个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挑对人，因为如果你们关系太好的话，你们真的可能坐在自习室夹着嗓子悄咪咪的聊半个小时的天。
第二种呢，就是连麦学习，这个也比较考验双方的意志力。但是好在连麦的时候有个功能叫做静音，你们可以打着电话，但是打开静音，有对方陪伴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在监督我这种感觉，同时你也会觉得有人一直在陪着我学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我跟我的好闺蜜曾经尝试过连麦学习一段时间，不过这个有一个小的局限，就是如果你对于这种学习方式产生了比较大的依赖的话，一旦对方和你的时间并不吻合的时候，你可能又要陷入低效率的自主学习了。第三点就是和朋友一起做笔记，这个我在来新加坡初中阶段和现在也就是高中阶段都有尝试过，并且我觉得保证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不踩雷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2点。第一个是你寻找的同伴是否合适。一起做 notes 呢，我建议大家找自己比较熟悉的，同时和自己学习能力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的，并且比较负责任，而且不会过分吝啬的朋友。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你们对笔记都做出了贡献，不会吝啬于分享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第二点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学科。首先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做 notes 的，比如说很多偏向理科的东西，你有的时候更多整理的不是那些公式呀、定理呀这样的笔记，而是一种技巧，怎么样才能够少粗心、少错题，什么样的才是重点，什么是合适的解决问题、理解问题的角度等等。适合做笔记的学科应该具备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如果一个人做，任务量真的很大。比如说我初中时候的英语口语这一科，它实在是涵盖太多的不同的 topic 不同的主题了。如果我一个人要完成，真的要查阅太多的资料，而且它更多的是侧重每个人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才能够在口试的时候比较呈现一个完整而出色的答案。所以说当时我就和朋友形成了学习小组，去完成这个笔记的制作。我们也会每周进行一次分享，把自己找到的资料以 presentation 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学科会比较偏文我们所说 content heavy 的学科，比如说我现在在学的经济学，多个做笔记的同学对这个内容有比较统一的认知，而且在书写笔记的习惯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同时也能够方便整理、背诵和复习。说了好多，怎么才3点啊？我们来讲第4点，也就是和自己对话，就是在你的脑海里想象有另外一个小人在随时督促着你。这个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的别人使用的学习方法，我自己尝试过，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过我还是在这里简短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我当时看到这个方法是在知乎上，这个大佬分享的时候，他说自己会用手机里的备忘录或者电子表去计算，自己做得好就给自己加分，自己做得不好就给自己减分，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比较量化的方式来观察自己是不是有进步。但是我个人觉得，把它变得更普遍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自己有些怠惰的时候，让自己想象出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提醒自己不可以这样做，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之类的话语，不停地提醒自己，然后当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去鼓励自己，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动力就足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啦，就是做计划。做计划这个事情，其实我好像从小学就开始在做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计划并没有说特别的科学，或者说特别的复杂，只是单纯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自己每天的任务。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每天都把任务的物写成物品的那个物，然后坚持写了1年。不过做计划这个好习惯真的是很深刻的影响我，不仅是在提高自己做事情的效率，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比如说当我面对一个陌生的事情，或者我要去想要去策划一个活动之类的，我第一个先想的事情就是把这一个很大的任务拆分成小的部分，然后把它们按照步骤1、2、3、4排列出来，制定一个计划。甚至有的时候我并不需要真的动手把它写出来或者敲出来，我只需要在脑子里稍微过一下这个，我就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框架，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了。那说回计划，经过了我这将近10年的做计划的历程，虽然我中间经常放弃掉我的计划 flag 经常倒，但是我现在总结出来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是做一个计划对照表。
常规的计划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把自己需要做什么，然后按照时间把它排列出来，估算一下每个需要做多久，然后拉个单子，自己每做完一个就划掉一个这种。那么我现在提供一个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开始实践的新方法，就是一个计划对照表格，它分2个部分，就是 plan 和 reflection。plan 的部分是你计划做什么 ，reflection 是你实际做了什么。把你一天的时间从早起到睡觉划分成以半个小时、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时间段，这个就是因情况而异。比如说我上学的话，因为每一节课或者每个课间大概就是在40分钟到1个小时这样，所以说如果我设2个小时，这个跨度会有点大。我当时就是设半个小时，然后可能格里会填同样的东西。把时间分成大段之后，把自己要完成的东西大致的填进去。然后，如果你已经养成了比较长期的做计划的习惯的话，你并不需要精确的写到，比如说1点35到2点05这种准确的时间，可能只是1点到2点半，你就大概知道这一段时间你会用多久来完成这个任务。同时结合番茄钟，就不会保证因为时间段过大，然后有一些时间上的空隙，导致你利用的不好这种情况。然后说回这个对照表，后面我还放了一个第3栏，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写总结的地方。我会在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并不一定要真的就是特别形式主义的那种，在每一条我做好了没做好的任务后面都写啊我做的怎么样之类的，而是在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我去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我的 iPad 上面制作的这样一个表格，其实用的就是它自带的 Numbers。然后我当时是按照半个小时进行了划分，这边是时间轴，这边是任务，这边是完成情况。然后一旦我觉得有什么需要我进行调整或者改动的，我就会在这里标注上来。最后一栏就是一个专门的 reflection。然后每一天的最下面我还会放一栏专门用来总结我当天就是一整天的情况。我先大概选一点跟大家念一下，比如说我第一天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给健身放置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后当时就是写到严重超时，下会儿回来要尽快开始，运动后立刻洗澡，不看手机，可以避免浪费时间。有了这样的小 tips， 我第2天就不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继续重复低效的行为，浪费时间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我分享给大家的5个提高自主学习效率的小 tips， 分别是改善自己的学习环境，通过区域划分和高效的整洁，使用番茄钟等计时工具，找到合适的学习伙伴，与自己进行对话和制定计划。希望这5点建议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让大家在疫情期间自己在寝室也能够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哟。在以后的视频里，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制作笔记、制作计划的一些小技巧。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想要我拿来分享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跟大家去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就请期待我以后的视频吧，拜拜。